用立陶宛恶心俄罗斯是道妙棋。普京的报复手段不多，但为什么欧洲先认怂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生。在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地区陷入难以挽回的困难局面下，俄罗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会出事。加里宁格勒位于欧洲腹地，与俄罗斯本土之间隔着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现在立陶宛在西方的支持下跳出来封锁物资通道，等于逼着俄罗斯吃苍蝇。基于立陶宛是个小国，如果说这不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背后策划的一起挑衅，估计俄罗斯人不会相信。现在一些媒体传出了俄罗斯可能会采取的几种报复手段，但是这些手段最终能否实施，实施以后是否有效，可就不得而知了。因此有人推测，这是西方国家有意恶心俄罗斯的一招妙棋。俄罗斯现在传出的报复手段主要这么几条：首先是撤销对立陶宛独立的承认；第二，退出与欧盟关于立陶宛的协议；第三，俄罗斯要求收回克莱佩达；第四，建立输往乌基走廊；第五，切断立陶宛与能源系统的关系。综合起来看，这些办法除了第五条以外，几乎没有现实的可行性，而第五条又对立陶宛没有太大的伤害。首先，立陶宛虽然很恶心俄罗斯，但是已经是联合国承认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是北约成员国。俄罗斯是否承认立陶宛的主权，并不影响国际社会对立陶宛主权的承认。俄罗斯在提出收回克莱佩达，也同样违反了联合国宪法。如果俄罗斯建立输往乌基走廊，就意味着要与北约开战，这些后果都是目前俄罗斯难以承受的。其次，欧洲和北约双双力挺立陶宛，这就为立陶宛与俄罗斯硬杠创造了基础。立陶宛是一个在安全问题上完全依赖北约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已经融入了欧洲，所以立陶宛现在完全是有恃无恐，反而是俄罗斯现在显得比较被动。最后，在俄乌冲突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俄罗斯现在难以分出兵力，在立陶宛问题上与整个西方硬怼，这也就是西方国家目前企图在立陶宛开辟第二条战线的真正原因。俄罗斯现在不但遭受到西方残酷的经济制裁，而且俄军还陷入乌克兰战场，迟迟不能结束战争。所以立陶宛在这个时间节点搞挑衅，而且打着是欧洲制裁的幌子，就是看中了俄罗斯现在没有实力来敲打它这一点。立陶宛过去在美国的挑唆下，曾经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大陆，对此我们很清楚美国人所玩的手法。俄罗斯军队最近在加里宁格勒进行了军演，其实目标针对的不仅仅是立陶宛，因为他们很清楚北约才是这次挑衅的幕后黑手。总体而言，关于加里宁格勒这块俄罗斯的飞地问题，估计还要通过结束俄乌冲突，或者是开辟了海上运输线之后才能彻底解决。不过戏剧性的一幕是，在俄罗斯发出数次警告后，欧盟居然认怂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称，欧盟没有要封锁加里宁格勒的意思，他们将会对俄罗斯制裁的指导方针进行审查，避免出现封锁进出加里宁格勒交通的情况。这也充分证明欧盟对俄罗斯可能会采取的极端报复手段真的感到害怕，也不愿意欧洲发生第二场地缘政治危机，从而便宜了美国。在西方的外交战略中，利用小国去挑衅强大的邻国，这是一种惯用的手段，但是往往小国最后下场很惨。俄罗斯将来可以对立陶宛进行打击报复，但是现在更现实的选择还是避免引爆新的冲突。毕竟俄军已经没有能力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了，而北约完全有理由在立陶宛问题上让俄军接受教训。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立陶宛挑衅事件反而证明西方在与俄罗斯的较量上已经穷途末路了，就像利用立陶宛挑衅中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留给普京选择的道路也是相当明确的，还是先忍耐为妙。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